哎呀！到这里都是钛合金，还是很的，这些上面表面的这些残留这些东西呢，必须在。大家好，我是阿用，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开箱的是 MT5专用的 Aquapovich 的排气管。那这次的排气管呢，我是买原厂的 Aquapovich 的排气管，然后再搭配它的这个触媒的这部分的套件。那触媒这部分它的料号是 PKAT064。那这个型号呢，它是专门搭配于2020年之前的 MT5的这个专用的这一支 Aquapovich 的排气管。那在2020年之后的，它有另外一个型号，排气管里面所搭配的触媒的型号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在选购的时候是要特别的注意。同时呢，2020年之后的MT15或 R15的排气管，然后它的型号也是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会有这个差别呢？那原因是因为在2020年之前跟之后的 MT5的或 R15的排气管这边，它的含氧感知器的部分，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它的含氧感知器在原本2020年之前，它是坐在气缸头上面，但是呢，在2020年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把它改到了排气管的前段的上面。那因此呢，你在选购排气管的这个部分，你就要特别注意说你的年份，还有你的排气管它的含氧感知器的安装孔的位置。然后，假设你是20年之后的排气管的含氧感知器装在排气管前面的部分呢，你在选排气管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选说前面有开孔的，不然到时候你的含氧感知器会没有地方装。那我这次是没有买2020年之后的排气管，是因为说我查料号的这个部分啊，在2020年之后的 Aquapovich 的这支专用的原厂排气管，它的含氧感知器的孔上面的它有开口没有错，但是说它没有一个螺帽把它给锁住。那所以我这部分我就懒得说再去找它的螺帽来跟它搭配这边去用，所以我就直接买2020年之前的。像我们这个旧款的这个 算旧款嘛，也算小改款之前的 MT5的排气管 ，OK。那我们就来开箱吧。哦，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说，那2020年之前的MT5或 R15的排气管，它的料号是 SY125R6HZT。它如果是2020年之后的话，是 SY125。好像是 R8吧 ，HZT 这样子，这部分料号是差了一点点这样。这里是我记得它前段好像是这个是不锈钢的材质，那后面那里呢，它就是钛合金的材质。那因为接下来它的中后段的这个部分，它是用那个钛合金的材质。那钛合金的话，它很怕会沾染到那个油手上的那些油。那所以我这边在摸它的时候，我想先戴个手套。哦，好，这是它的外观。那它从这里到这里都是钛合金的。然后在后面这里呢，它的是卡泵的。那它的这个外观表面呢，你仔细如果摸的话，你会觉得它有一层油油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油油的东西跟我之前R1的那个 Slip On 的那个排气管尾段是一样。那我想可能是也许是它在加工的过程会保护它的表面或者是什么会有一些沾染到这些，就是会有一层保护的这个油。那这个油呢，必须不管是你的指纹啦，还是你的这些上面表面的这些残留这些东西呢，必须在用原厂是建议用 WD-40把这个表面做清洁。OK， 好，然后这是
这是 Aquapovich 的安装手册，这里说明这边所要安装所用的这个步骤。还有什么？哦，还有这些安装的螺丝，还有弹簧钩。然后是这个。好，那基本上都是这些，那我们就来安装吧。那在这边拆除的动作，我觉得是非常的简单啦。那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先把这个，因为 MT5它基本上街车这个部分它几乎没有外壳。那如果你是 R15的话，比较费工，你必须先把表面的整流罩先卸下来。那如果 MT5的话，它就只有一个很小的这个整流罩，那只要把这几个螺丝，对面那几个螺丝这样子松掉之后，这个就可以卸下来，非常快。那排气管这边，它所固定的位置呢，基本上也就只有2个地方。那一个就是在气缸头这里，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在脚踏的这个地方，就是这2个地方。那所以你只要把这2个地方卸掉之后，这个整支排气管就可以卸下来的这个地方。那各位这边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是AT5的含氧感知器的位置，这是就含氧感知器。那2020年之前年式的它就坐在这个位置。那如果是20年式之后的，它会在下面这个就是这个排气管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所以这2个地方是不一样。在原厂的排气管这部分的设计呢，你可以看到说，从引擎的气缸这边出来这里，到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凸起的这个地方，是原厂的触媒的摆放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跟 Aquapovich 的摆放触媒的这部分的设计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呢，触媒这边就没有在排气尾段的这里，所以排气尾段这个地方，它是做最后的这边的消音的这部分的一个作用。那为要能够让消音的效果好呢，所以你看，排气的这个部分 MT15 跟 R15这边的这个排气管的体积就会做得特别大。那这样的话就会有比较厚的可以消音的一个材质就可以塞在里面，甚至里面可以做一些回压的这个部分。那同样的在 Aquapovich 的这个排气管，它的设计也是雷同。再来是触媒，好，这是原厂这个触媒，这支触媒的价格也是颇贵啊。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Aquapovich 的料号还有标志。那它的安装位置呢，基本上就是把它塞到这个地方，然后和这里这样子就结合在一起。好。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不像原厂的这个排气管，它是整段的。它如果你是头尾段分开的排气管，你在安装的顺序上要比较不一样。你必须先把这个部分先装上去，然后之后再把触媒装上去之后，尾段的这个部分你再接着再把它给插上去。那这样子装的话，它的密合度才会比较好。不然的话，因为它这边中间是一个可转动的一个关节，那虽然说这边有一个拉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拉钩弹簧去固定位置，但是你在装的这个部分位置定了之后，它有时候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去把那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合度的角度给找出来，是在安装的这时候要特别去注意的，这样就会刚好是一半。好，那这2个螺丝呢，在原厂的规范这边要是用22牛顿米或者是16伏磅的这个扭力的这部分去锁它。那同样的
Aquapovich 这边附的这个螺丝，就是他很喜欢用的这种信型的这部分螺帽。那这种螺帽一般来说不好找啦，所以说你在路上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马上被人家给干走这样。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啦。当然完成之后，我就要来试一下声音哦。最后呢，你在完工前呢，那你一定要用 WD-40这边把表面给先清洁过。当初呢会选这个管子呢，是因为其实呢我在之前有装过其他的台制的台歇管，那是因为台歇管的设计上面，它的尾端的这地方几乎是直通的。那在排气管中间，它有提供一些可能假的触媒，或者是一些回压的这个消音塞。但是我装了之后呢，第一个它的噪音真的还是非常的大。那在噪音很大的情况下呢，我骑在路上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害羞，因为我觉得旁边人好像都在看我一样，因为真的声音非常的吵。它特别是退档补油的时候，叫砰砰砰的那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大声。所以后来我就先把它给换成了原厂管。那直到最近呢，我真的是很想要把排气管给改掉，因为原厂管的真的是又黑又丑啊。那我想换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排气管。那所以后来呢，我就去找 Aquapovich 的这个排气管的这部分的一个规格，发现呢它的原地的噪音测试的这个部分，在5000转的时候，同样就是一般的这个噪音测试的标准，最大马力的一半。然后5000转所以它的这边测试出来的噪音值也才84dB。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一个噪音就是可以抑制的非常的好。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换一个比较漂亮的排气管，又不会去吵到人这样子。那所以呢，在针对排气管噪音的地方，我之前已经有先去测过了原厂的排气管，请看影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测试一下，说 Aquapovich 排气管是不是真的和原厂的排气管一样，噪音值那么的低，是在84 dB 左右呢 ？Let's go。算是不会吵到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噪音啦。但是最重要的是呢，原厂所公布的它的动力马力曲线，就是扭力马力曲线的这部分，它比原厂的排气管这部分稍微还要再好一点点。好多少？大概是马力的部分大概多半匹马力，然后扭力的这个部分差不多也是多个0.3牛顿米、0.4牛顿米左右
这样子一个马力值。那这样马力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其实多马力值其实这是一个其次，重点是原厂所公布的最大的马力跟扭力值，它比原本的最大跟最大扭力的原厂管的最大跟扭力的转速的部分还要再提前了。那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我相信可能会在骑乘的感受这个部分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会差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实际的路测吧。Let's go！ 像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排气声浪，然后说跟原厂管比起来，它的声音变得比较的低沉一点，比较饱满一点。因为原厂的排气管的声音在吹油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点虚虚的，然后特别是高转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管子快要破的感觉。然后再跟之前的台歇管来比呢，那支台歇管的话，它跟人差的非常多。这支台歇管的那个声音是太大声了，大声到说你会觉得说好像只是一个喇叭在那边放大你的整个引擎的里面的那个排气的声音而已。那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一个声音，变是一个比较有质感的感觉。好。那在 Aquapovich 这边，它所公布最大的扭力值呢，它大概提前到了大概6000多转，而且还多了大概是将近2到3%左右的这个动力，在马力跟扭力都一样，动力的这个部分都增加了大概2到3%。那不要看这2到3%的这个扭力，因为这部分 MT-15跟 R15 它本身的车重是比较轻一点的，所以你稍微多一点的马力跟扭力的部分呢，其实对于整个车轻的车子来说，轻档车来说，其实是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像我这样子目前这样子去骑呢，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感觉到说整个动力的部分已经有所的提升了。哇，这推挡补油的声音比之前真的是好听太多了，不是我在讲。这些声音就是让你觉得说那个声音单薄啊，虽然说有点那种噗噗噗噗这样，可是这个声音它是嘣嘣嘣嘣嘣那种，多了一点那种打鼓的那种低频感，真的是非常好听啊。虽然说这还是单缸的车子，其实它的当然在引擎的设计上面会让它的天生的一个部分的条件，它不会比双缸、3缸或者是4缸的那个声音要来的那么的绵密好听，然后会变成说你单缸的声音听起来会比较的怎么讲单薄，然后单调一点的那种频率。然后不过换了这个排气管之后，光现在声音的这个部分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还有重点是我现在在停红绿灯的时候，我听到旁边的125的摩托车的排气管的噪音，我觉得都比我的排气管的噪音还要大声啊。我觉得这起步的这个扭力的感觉比之前好很多啊。我觉得它有补足了之前低转的部分还是有点虚的这种缺点，因为毕竟它为了要能够炸出更多的马力值啊，所以它把引擎的动力的峰值其实拉到很高转的那个部分的设计。所以呢，因此在低转这个部分的扭力就会变成说比较差一点。虽然说它有用 VVA 这部分的技术来稍微让这部分的动力的输出变得更稳定、线性跟饱满一点。不过现在换了这个排气管之后，哇，这个加速感真的比以前好很多。再来是，这是排气管，还有一个重点是说，它是采用了跟原厂不一样的材质。那在原厂的排气管的整体的重量呢，大约是将近5公斤左右。
那这支排气管比原厂的重量轻了差不多是1.7公斤左右的一个重量。那这个重量呢，已经大大减少了将近差不多30% 左右的一个重量在你的排气管的下部的这个地方。所以这应该说是在你的车身的整个下半部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子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注意呢？当你的重心下半部的重心变少的时候，在你过这种连续的这个弯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在翻车的地方，你的效率会有一些提升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这部分的一个减重所带来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效益。哇，这个拉高转的这部分的这个声音真的是听起来比以往扎实很多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Aquapovish 的这个原厂的钛管的这部分，它的一个开箱跟它的一个噪音值测试，还有实际上的一个道路测试的这部分的一个开箱文的一个比较。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那请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